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多情。郑权和成功为了环游一事来找三太，三太表示是佳瑶和世昌所为，也已经惩罚佳瑶。随后警告郑权，别忘了如萍还受他控制。郑权心中最软的一块被戳中，怒火中烧，一直嘴快说出三太的报应快来了。成功赶紧把话圆过去，但那句话已经让三太起疑，并要天发好好监视如萍。如萍陪小飞来挑婚纱，却被三太逼着补拍婚纱。胡一书看到这一幕，激动地说出郑权婚后要带她出国的事，这让三太心中的怀疑更加深了。佳瑶被调到运输部，接到一个蛋糕的运送订单。打开餐厅包厢的门后，映入眼帘的是极稳的诗诗和陈浩，就是那么巧。这画面对跌落人生谷底的佳瑶来说，又是一大打击。签收完后，佳瑶忍痛冲出餐厅，再来个华丽的摔跤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回到公司后，看着上锁的总经理室，想起诗诗和陈浩的吻，难过的坐在地上喝酒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文章看到佳瑶，质问她为何要陷害美玲，佳瑶矢口否认，但文章表示自己一定会追查到底。来到杨家，慧君正准备出门洗头，如萍也想跟去，三太答应。两位夫人出门后，天发来找三太。天发表示自己去帮他们办新护照时，发现如萍竟然已经换过新护照，猜想郑群可能想把如萍和苦一书带到美国。三太想起最近听过的那些可疑话，便冲上楼检查如萍行李，看到行李箱里的日常用品，才确定如萍真的打算离开他。三太顿时失去理智，砸烂他心爱的婚纱照。这天晚上，三太在如萍的牛奶里加了安眠药，在如萍沉沉睡去后，偷偷在如萍手机里装了定位追踪。三太半夜约天发见面，要求天发处理掉罗正群。天发不愿再为三太杀人，但还是替三太想了个办法。天发打算利用成功装设的监听器传递假消息，自导自演收到一封针对杨家的威胁信，信中提到要三太全家死光光。这么做一方面能光明正大的监视如萍，另一方面如果婚礼上出了什么事也能撇清。如萍约了郑群和小飞在咖啡厅见面，小飞安抚如萍，提到婚礼后要带着如萍和苦一书一起离开。这段话全被三太听见。三太告诉郑群，不让如萍参加婚礼都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。郑群表示，婚礼上有高规格的安检，能确保如萍安全。三太听完后，才答应和如萍一同出席。三太得知佳瑶并没有照着自己的命令送货，还私下雇佣司机代劳，借机到九峰餐厅找世昌兴师问罪。在世昌苦苦哀求下，三太表示，只要世昌愿意帮他找一个杀手，他就可以原谅佳瑶，甚至不让佳瑶继续送货。世昌内心挣扎，但为了佳瑶，只好答应。天发监督佳瑶送货，不料佳瑶中暑昏倒，天发将其送医。秋红、文珍赶来，佳瑶趁机上演苦肉计给文珍看，文珍母爱大喷发，冲回去找三太，使出一哭二闹三上优雅三上吊，请他放过佳瑶，三太才勉强答应让佳瑶回资讯部。这就是真爱的力量吗？咦？文章和三太讨论9份开发案，闲聊中得知，文章就住在郑群办婚礼的度假村，且有飞靶枪在那。三太似乎在盘算着什么。世昌带杀手来见三太，三太决心要杀了好不容易救回来的郑群。唉，这婚又要结不成。度假村员工布置的场地，一个身影偷偷溜进去。文章打完靶，将枪收进置物柜。文章离开后，杀手现身，轻松偷走文章的枪。现在杀手还要身兼小偷哦。郑权准备出发迎娶小飞，罗总和淑娟在做行前交代。罗总提醒大家要随时保持警觉。郑权到世昌家，和小飞拜别世昌、玉莲，玉莲不舍，看出母女情深。三太、如萍和慧君准备出发去会场，途中车子抛锚，其实是三太不想让如萍去会场，请司机假装故障，但调皮的慧君叫了新的车来载，差点又要气死三太。天发拿着蛋糕要进会场，和保全起了争执，
混乱中偷偷将要送郑群的庆忌交给了杀手，带进会场。三太、如萍和慧君三人及时赶到，众人寒暄。文章发现自己的飞靶枪居然不见了，担心婚礼出事，急忙联络郑群。小飞接起郑群电话，文章要小飞快找郑群。小飞赶往会场，小飞隔着玻璃比划着要郑群来接电话。此时，如萍惊见2楼有枪手正用枪瞄向郑群，急忙警告他。忽然，一声枪响，散弹飞向郑群。玻璃窗内的小飞眼睁睁看着郑群倒地。屁呀，最好散弹枪这样打得到。小飞冲出，大家急忙围上郑群呼喊。另一边，秋红、佳玉和世昌三人撞到枪手。世昌发现此人竟是自己介绍给三太的人，一愣之下，枪手跑掉。忽然有人喊：“凶手在这里！”小飞穿着新娘服就追上去，其他人也跟上。一闪身，车子撞上紧跟的小飞，小飞倒地，血流如注，挣扎着看向郑群，伸手想抓他，而郑群也撑着最后一口气，伸手看向小飞，但两人距离太远，双手无法触及。怎么每次婚礼不是有人逃婚抢婚，就是有人死啊？秋红忽然想起世昌和枪手扭打时的情况，觉得事有蹊跷，加上世昌和三太的反应也跟平常不同，正想询问世昌时，郑群医生出来，说明郑群的情况很严重，这3天是关键期，要大家有心理准备。如萍和淑娟差点昏厥。秋红找世昌直问心里的疑问，世昌辩解，但秋红不完全相信。苦于没有证据，只能警告世昌别让他找到证据，否则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跟世昌同归于尽。躲在门外的三太知道世昌没有说出真相，暗自松了口气，进办公室警告世昌一定要保守秘密。世昌得知自己可能间接杀害了郑群，痛苦不已。罗总和淑娟在加护病房帮郑群打气，另一边世昌和玉莲也在替小飞加油。突然，两人的维生仪器都发出紧急声响，医生进来急救，双方家长都担心不已。加护病房外，如萍前来询问成功情况如何，成功告知情况危急。罗总出来，难过的告诉他们郑群已死。如萍瞬间崩溃，想要冲进去看郑群，被罗总阻止。正好淑娟出来，怪罪一切都是因如萍而起，坚持不让如萍进去。如萍想起自己所爱之人所发生的种种事，再也支撑不住昏倒。不远处的世昌看到一切，自责不已，回小飞病房，告诉玉莲郑群离开的消息。两人担心着小飞醒来后该如何告诉他。另一边，三太从天发口中得知郑群已死，开心的要天发去拿酒来庆祝。秋红和佳玉看到郑群死亡的新闻，急忙赶来医院，想看郑群最后一面。罗总告知郑群已被送走，无法再相见。三太假装关心前来致意，假惺惺的表示当年自己和志龙也是好友，志龙的儿子死了，自己也很难过，还故意抓了成功受伤处安慰他。其他人见状，心里气得牙痒痒，却只能忍耐。成功想起和郑群的情谊，难过不已，又想去找三太算账。幸好罗总出现，劝成功要为自己想想。明月的死和找寻亲生父母的事都还没完成，这时如果冲动行事，怕2件大事都无法继续调查，最后成功才勉强按下怒气。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多情，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，下周也别忘了持续锁定一周多情。喜欢的朋友们也记得要分享出去哦。